如果灭绝恐龙的陨石再次撞击地球，人类究竟能否幸存下来呢？在6600万年前，那颗要命的陨石从地球南边斜着撞了过来，速度比子弹还快3倍。撞击的威力比100亿颗原子弹还猛，在接下来的20多分钟内，整个地球变得比烤箱内部还要热，滚烫的碎石像雨点一样砸下来，引发了全球性的大火。撞击引发的大地震据说还引爆了世界各地的火山，印度西部直接被岩浆吞没了。最后造成致命一击的是遮天蔽日的巨型尘埃云，把地球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整整15年不见天日。这场浩劫之后，地球上3/4的生物都灭绝了，但总有些命大的活了下来。鳄鱼能好几个月不吃东西，躲水里靠吃河里的死尸活命，所以就活到了现在。要是同样大小的陨石再撞击一次，人类能幸存下来，还是跟恐龙一样完蛋？陨石撞击的瞬间，中美洲和美国南部瞬间被炸得灰飞烟灭，上亿人眨眼间就没了。光是撞击产生的巨响就足以把1500公里外站着的人给活活震死。几分钟内9到11级的超级大地震会横扫全球，比人类有记录以来的任何地震都猛。100米高的巨型海啸席卷海岸线，深入内陆上百公里，30多亿人都会被淹死。撞击分裂的大部分碎石会砸在美国头上，又会有几亿人遭殃。距离撞击点很远的人会立即进入防空洞躲避。全世界有几百万个防空洞，加上矿井、地铁站，几十亿人可能会躲过第一波冲击。但就算这些地方没被震塌，在没有水、没有食物的情况下，也撑不了几个月。撞击后好几年内，天上都会掉碎石和酸雨，长期暴露在户外基本等于找死。真正能长期保命的，只有各国政府和超级富豪建的高科技末日地堡，比如美国的宾州乌鸦岩山基地，据说里面有3层楼高的建筑和自己的水库，能轻松容纳几千人。其他大国估计也有类似的应急设施，短期内政府还能运转。超级富豪都在位置特殊的新西兰建造了豪华地堡，里面存着够吃好几年的东西，但真正的生死考验还在后面。遮天蔽日的尘埃云会让全球庄稼绝收，存粮迟早吃光，淡水会被酸雨污染，造成的大饥荒可能会饿死几十亿人。不过就算在极端的环境里，人类总能想办法活下去。有些人可能靠吃蘑菇活命，这种蘑菇不需要阳光，而且能在大火后疯狂生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气候会从寒冷转为炎热，凭着聪明和毅力，小古人群通过配给、搜寻物资和尝试种植农业等，也许能苟延残喘，但人类文明肯定大不如前了。但要是我们提前知道陨石要来了，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呢？早在2022年9月 ，NASA 的 DART 卫星撞上了1100万公里外的一颗小陨石，成功把它轨道撞慢了32分钟。哈勃和韦伯望远镜都拍到了撞飞的碎片，这证明人类是有能力拯救地球的。但 NASA 撞的那颗小石头跟灭恐龙那颗根本不是一个量级，灭恐龙那颗直径超过10公里，比珠穆朗玛峰还大，想撞动这种巨无霸要难得多，搞不好撞碎了变成一堆小陨石也会造成致命打击。如果在陨石旁边引爆高爆炸药，也可以把它炸偏轨道。但还有更稳妥的办法，可以使用激光将陨石慢慢推入新的轨道，当然还可以给陨石安装大型太阳帆，将陨石拖入其他轨道。目前天文学家已经把太阳系里所有大于1公里的陨石都摸清了，近期没一个要撞地球的。但如果是太阳系外面飞来的陨石，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到达地球，到那时人类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所以人类必须提早准备，不然世界末日来临的一刻，一切都晚了。